喜马拉雅山，峰红相连到天边。这是我们小时候唱的歌。喜马拉雅山，气势之地势之高之雄伟，这么样一个雄伟大山，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情？天崩地裂，真的就天崩地裂啊！所以我跟你讲，他这时候带了所谓的冰川岩石，我跟你讲，可怕的就是连锁效应嘛。当冰川里面有雪、有土、有石，而且都是巨型的，马上把那防堵的口全部封了，结果成了一个临时的堰塞湖，马上水一淹，马上基隆口岸完了。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前次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玉成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前立委李胜峰。陈总好，大家好。另外是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聂金忠老师。前早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发生在西藏以及尼泊尔交界处的一个天灾哦。透过我们的画面也可以看到，全世界都非常非常的震惊哦。那这是26号，它遭遇到严重的山洪爆发，滚滚的泥水夹带着巨石冲进了沿岸的聚落，造成了房屋、道路、桥梁还有水电发电厂。这些设施都被冲毁哦。另外，我们看到有很多人来不及逃走哦。这个监视器的画面，刚刚第一幕的时候是它很平静哦，就是这个时候，你看这个一点一点一点都是人在行走，人在做他们日常的活动，结果突然天崩地裂，只能这样形容。你看监视器拍到的画面，滚滚的。包括泥浆啊、土石，把这些人给淹没了。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已经超过160人不幸死亡，600人失踪。那失踪的朋友，我们当然祈祷他能够获救。可是当然当地的救援的人员说，情况不是很妙。发生的地点您看到，西藏在这儿，尼泊尔的中间这个中部的地方跟西藏交接这个接壤的这个地方。那当然那个时间点，因为西藏有很多的游客，有的人目睹这一幕惊声尖叫。我们请导播让我们看看这个画面。这个目击者说他准备开车过关到尼泊尔，他从西藏这一头要过到尼泊尔，可是看到好怪，这个山洪很像野马奔腾一样由山上冲下来，他就紧急倒车，然后这个很用力的这个踩紧油门逃出去，结果他很幸运的逃生了，成功的逃生了。可是不知道多少人就在这一片滚滚的山洪里头，他的生命也被带走了。天灾天危难测，只是说很多外国游客失踪。像这一篇报道是说341名，可是也有报道说600名甚至700名，因为毕竟有非常多包括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会在西藏这个地方，有些人是在尼泊尔那一头，有些人在这个西藏那一头那当然这个爆发把这个地形地貌给完完全全改变了。洪水爆发前的景貌是这样，爆发之后变成这样这是从空中从卫星来拍下来的照片有非常明显的变化。那当然因为发生的地点在西藏吉隆这个地方所以看到中国大陆的救援力量也全面投入了，包括大型的运输运20还有长航时的无人机翼龙都已经出动了。我们知道有人失踪，那是不是有人还这个在这个请求救援呢？也许他们可以在这边联合的包括在这个海面上这个江面上面或是泥流上面，看看还有没有生还者。那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口岸承担60%中国跟尼泊尔的贸易量所以这些商人已经开始担忧了。他说3年之内恐怕很难恢复，因为毕竟它地形地貌都已经改变了。那有一些物流商就说这个口岸可能未来2-3年都不乐观。那另外讲到这个区域，还有一个国家叫印度嘛，印度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其实时好时坏。我们先来看一看，本来习近平睽违7年之后要访问印度，并且率领大概400人，还有贸易团参加9月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可是会前会有一些磋商各种幕僚的磋商会。那有一个叫做边界问题的代表会晤，因为他们其实磋商非常多次这是第25次。那就有一点点怪怪的1天不到这个印度的一个代表磋商团就立刻回去了，就是送客了中方就送客了。所以印度这篇报道是说，印度发现中国大陆的态度有改变了，本来
要为默习或者习默会铺路他们有达成8点共识，可是中方的态度有变化喽所以是不是谈了半天中国大陆也发现也看明白了这个跟印度可能谈不出什么东西所以两边的这些国际的一个关系方方面面可能都有一些微妙的变化。那另外，印度最近跟日本看起来关系不错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不是在就任之后跑去印度访问了1次吗？那一次看起来他跟这个莫迪关系非常好，两个人互称兄妹。现在呢，印度的贸易部长带了200人，叫做商业代表团到日本去做考察，说我们鼓励印度人在日本做一些创业，并且这位部长在这个访问期间讲了一句话，一般认为他是在暗酸中国大陆。他说不会让你消失之后变成大学教授他说我们是推崇创业家精神的国家所以你们这些创业家实业家，你不用担心有一天你会突然消失最后以日本大学教授的身份重出江湖。他讲的有人认为啦，他讲的是讲马云因为马云在这个他创业的过程中有一些起伏嘛，所以呢，这个包括中国大陆就会觉得说，你这个印度人印度的贸易部长好像在暗酸暗讽中国大陆的一些状况。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在方方面面的合作，日本跟印度除了贸易之外在军事上面现在看起来越来越紧密了。这是日本的战斗机，说是飞行5600公里到印度参加日印的联合军演。来，我们先请教李胜峰老师。这个尼泊尔的事情呢，西藏的事这个我们只能是表示哀悼，对，关心关怀。那伤亡一定比报道的会多很多。你看那个画面就知道，这完全是平平静静的，忽然整栋大楼就不见了这个真的是一个悲剧。那么其次呢，就是讲印度印度刚刚我跟赖教授在场外的时候，我们讲个笑话。我说印度这个国家最大的特点，既不懂得韬光养晦也不懂得埋头苦干就整得吹牛放屁就这样子这个国家真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讲。那你要招商，你就好好去招商。可是呢，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晓得，印度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外资坟场，谁进去谁倒霉。开始的时候条件都开得非常好，等你工作到一个阶段了，条件一个一个来，逼到你逃的逃，跑的跑。我讲小米让他来讲故事一定会讲很多。小米讲的故事说，我不是如何变成大学教授，我是很清楚的知道我是如何从印度逃脱出来。那所以，但是呢，印度要去全世界吹牛它的外贸什么，我想我们祝福他。因为每个国家自己的经贸政策，我倒必须要提的就是中印之间这个边界问题早在20几年前，我碰过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国际战略这个专家，他就一口咬定中印必有一战到20几年前，那时候我觉得还有点问号。可是呢，那时候对印度实在没有了解，这几年稍微用一点心去了解之后，我们才发现中国14000里的国界里面，14000公里国界跟印度有3500公里，中国中所有的邻界的国家在陆界里面通通都解决了边界的问题，唯独印度没有解决。当然还有一个不丹那不丹是印度的附属国嘛，这没得讲。而且呢，在这里面呢，有几个地方都还冲突都还是不断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的是在洞朗地区，那是随时就是上次才发生的一次很严重的冷兵器的一个冲突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呢，麦克马洪线这个英国人画下来的灾难到今天为止仍然不知道怎么解决。第三个呢是班公湖在中国大陆在班公湖的部分都花了很大的精力建造的很多的基础建设，已经基本上改变了这个中印之间在班公湖的战略地位了。那等等的，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两个国家现在花了不少的精力跟兵力在这一个地方没有不敢讲说重兵陈列了，但最起码花了相当多钱，这有意义吗？事实上，印度也打不了中国，中国也不想去打印度，而且经过的是人类之间最困难的一个帕米尔高原这一个高山挡在那个地方。本来讲起来，双方可以经过一个协商来建构一个全世界算是
最安全的一个境界，因为你也不过来，我也过不了。可是呢，在印度这是搞得啊，就像当时在1962年的这个中印战争一样啊，这很多中国人就想说，印度干嘛打这一仗呢？甚至在打仗的前期，周恩来都还特别到了印度啊，还去恳求了一次啊，真的用恳求的态度呢。但是呢，这一仗还是打了，打了以后到现在我们还可以发现，输赢胜败是很清楚。可是印度到现在为止，所有的电影，所有的这个印度的所展现出来的，那是印度是狂胜啊。那当时我还在不太懂，以后看了从印巴战争2次的情况，我就看懂了。这个在第一次印巴战争被打下来的飞行员，结果回到了印度，居然变成英雄的被欢迎。这个故事怎么叙述的，我都很佩服的。第二次印巴战争里面被打下了6架飞机啊，他们居然可以全国放假10天，狂欢，然后派的这个解说队到全世界去宣扬他的胜利。这种事能做得到的国家也没几个。所以呢，只要印度有这样的心态啊，他都解决不了中国之间问题。最后讲日本是结合印度，这个对日本一点好处都没有。日本是一个宪法规定的一个自卫的国家，你以什么理由跟印度来做军事的演习？是吧？那也有说，悉尼的危机，我就想到啊，真的，最后我就想到日本真的要改一改你的不好的性格。7·7事变、9·18事变，不都是用一个谎言，然后来制造出一个2国的战争的悲剧吗？是。来，赖老师。我觉得很多专家已经根据人造卫星那么他们去分析判断这次尼泊尔的悲剧跟西藏这边的悲剧是怎么发生的。他们的共同的推论都认为说是气候暖化。因为目前我们的整个这个异常的气候，其实在全球每个地方都出现包括在美国在内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为这个地球降温至少要2度到3度以上因为目前的目标是希望如果能够降温2度，那或许地球不会自己进行这种修补。如果地球要进行自己这样的一个修补，各位所看到的悲剧因为我们人类面对于大自然来讲，真的是人类还是十分渺小。为什么会他们说这次会造成这么大的一个灾难？最主要的，因为气候暖化以后它的冰底下的那个都开始溶解，那溶解了以后，它的比较脆弱的岩层它们就开始破碎了，结果在支撑不了上面的那些冰块的时候，那个大冰层，它在5200公尺高的地方往下坠落到1200公尺，也就是这个落差有4000多公尺，这样一坠落的过程中，它造成的地震规模估计是5.2左右，那就形成了这个一个在这个等于是这种断层带啦，还有冰块的这种大地震的时候，那整个又往下撞，那一往下撞的时候，就顺着河流就往下冲了，那往下冲就造成了大家所看到这样的一个悲剧因为这种任何人力都无法阻挡的这种巨大的这种土石流就是带着泥沙带着河流就这样整个滚滚的就这样冲下来，冲到哪里哪个地方就被淹没到哪里。那个地方坦白说要能够逃生真的是很大的困难。这个就给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答案了，就是说要为这个地球降温了。可是我们都知道，为这个地球增温最大的国家就是美国，但是美国川普就不相信气候暖化，他认为那是科学家的谎言，他绝对不相信暖化。他说还要大量的使用煤炭，大量的使用石油来发电来烧。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整个逆整个世界潮流而走的川普，他只要在位置的一天，美国就不会配合。即使欧盟跟中国已经完全团结合作，很努力的要走绿能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它的结果就是如此。那现在在台湾，核能也不要，绿能做不到，结果现在还是用火力发电。坦白说，民进党当局的能源政策也是逆全球潮流而行，这个真的是罪魁祸首不应该这样做的另外，我们所看到印度跟中国的边界要能够谈出一个结果来，我倒觉得不太可能。那中国的战略就是稳定就好，先稳住
然后寻求自己的更大规模的一个发展。是，我个人觉得以印度的目前来看的话，哈，他要到日本招商，我个人是祝福日本企业大举进军啊，因为日本的企业大举进军到印度以后，最后很有可能就血本无归而回啊，因为欧美的国家还有中国大陆，他们都有非常深刻的经验跟教训，特别是美国，我们看到川普上次去印度，还有拜登带到印度去访问的时候，带了庞大的美国的企业团进去以后，每个人都说要跟印度合作，回来以后没有一个案子签成，因为大家都知道忽悠你印度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不会下去投资了。希望日本的企业家尽快的到印度去投资。来请教建中老师。好，我想唱一首歌，喜马拉雅山，凤凰相连到天边。这是我们小时候唱的歌，声音有点沙哑，观众不要介意。那我们小时候呢，我想我们没有看过，但也知道喜马拉雅山气势之地势之高之雄伟。但是呢，我们当然看到了这样一个灾情，不免想象到，这的确应该有它的因素。这么样一个雄伟大山，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情？刚才我们这个来者也讲到了。其实有一个因素没有错，是海峡这个变迁，那冰融加速嘛，好，这是一个。因为山顶是非常的冰块，非常冷。各位如果去想一下哈，你知道那个成都这个城市，它这个水乡这个天府之国，它怎么有办法打通渡口，然后呢就是3次排洪之后打开，就是在冬天的时候结冰的时候去炸破。你知道冰块一炸破的时候，跟那个土连在一起的时候，很会产生一个大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山呢是一个极端地形，它最高是8850公尺，8849，这么高的一个山势，你看我们的玉山够高了吧，3900多公尺而已。它的山势非常陡峭，落差非常大，它这个极端地形，再加上气候变迁，我跟你讲，冰块、雪块一掉下来，跟石头一砸，完蛋了。所以呢，刚才据我说去爬文知道，这个基隆口当然不是台湾的基隆，然后基隆口岸这个地方非常的高，它大概是将近2800多公尺高，大概3000公尺。它其实是落差，当然不要介意，就是它落差是掉落了1200公尺，是从4000多，它旁边有6000、7000、5000公尺高的高山，从4000多砸掉，直接就下落1200公尺。注意一下，什么是1200公尺？1.2公里。各位刚刚讲到中印边界无战，中印无战是一直在打仗嘛？北段、中段、南段，请问一下，这个藏南地方，他们是不是常常有一些冲突？你知道，它根本没办法防御，太长了，总长多少？2000公里。就那么长了，你去看地图，我们看平面的时候很长，你有办法看到高度吗？我跟你讲，1200公尺即时突然下落，这叫巨型崩裂。刚才前子讲了一个非常棒的4个字：天崩地裂。真的就天崩地裂啊！所以我跟你讲，他这时候带了所谓的冰川岩石，我跟你讲，可怕的就是连锁效应嘛。当冰川里面有雪、有土、有石，而且都是巨型的，马上把那防堵的口全部封了，结果成了一个临时的堰塞湖。马上水一淹，马上基隆口岸完了。我跟你讲，这是想逃的人，你速度在影片中看到都像蚂蚁一样，那个是好大，看起来那个土不大，再看人的蚂蚁去比照，这是非常可怕，真的是人间炼狱。我最后讲一个中印这个关系真的是一友一敌啊。讲不好听，我的感觉，印度人实际上很欣赏、喜欢中国文化，他就有爱的。可是呢，就是因为我讲中印边境，还有这个印度这个国家，就死都不认输，他就有一种国情的一种较量。他把中国视为敌人，因为我要赢你，甚至出生人口要赢你，所有东西甚至还有一些军事冲突。因此，中印的关系啊，真的，你有时候可好，有时候不好，就像刚刚前子讲。好，我们来观察一下川普的对外关系，尤其是加拿大哦，最近2个国家杠上了。那这个我们看到川普他直接讲说，我皮很厚啊，跟鳄鱼一样，所以我不怕，来咬我啊。我们听听看。You know something? I've been in this game a lot longer than he has. I got skin on me like an alligator, and you think an insult from him hurts me? Well, bring it on, buddy. I'm ready. Bring it on. You know something? I've dealt with guys like you my whole life. And guess what? You all become losers because you're a loser. 好，这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省长，他直接呛川普，他说：“你来啊！我现在已经不只是卡尼呛瞎了。”连他们这个各级的这个像是省长这样的一个层级都说，
你来啊，你咬我啊，我不怕，你放马过来，我准备好了。包括民间呐、也有很多反美的情绪，有人就在 social media 上面制作各种的影片，像是这个影片，我们请导播让我们看看哦，它有点在哭手啦哦，就是画面上你可以看到有一群武装的加拿大本土野生动物，包括有黑熊啊、浣熊啊，还有鹅啊，他们用枫糖浆破坏高速公路，有点像是卡通那样子的意思。然后呢，进行海关的巡逻，他在讽刺什么？就说美国发起的这些贸易战，加拿大他们不会屈服，他们也不怯战，所以民气可用。从民间到政府，看到美国、看到川普的做法，他们摇摇头，他们说好，我们可以战到底。现在有一些专家说，不只是卡尼哦，也不只是加拿大哦，这是《纽约时报》说，风向变了。卡尼不是孤立，它不是单一的这个例子，很多国家要群起对抗，对抗的一个对象就是川普，就是美国。那另外，卡尼下个月会到欧洲议会去演讲，他也要积极拓展跟欧盟的关系。如果跟美国的贸易堵住了，那他就必须另寻出路。而我们看到外交内政，川普都搞砸了哦，因为呢，现在美国的经济根基啊。就被他的外交政策给动摇了。从墨西哥、加拿大到欧盟，这些都是美国很长久以来很难替代的重要伙伴。可是现在川普说断就断，贸易战说干就干，所以呢，你看到有很多中低收入的民众可能会因为他的外交政策，因为他错误的关税报复政策被重创，尤其是这些民众。那另外我们看到通膨的确现在压不下来。很多底层的民众啊，一方面吃的、喝的、汽油，这些都大大的增加它的成本，所以包括这个投票给川普3次的选民，看起来就是红脖子选民嘛，他本来很忠实的选民就说，哎，非常失望，物价没有降下来，我对川普那一套已经受够了，因为毕竟你每天张开眼睛就是要拿钞票去换你的生活所需。另外，我们看到呢，人民币现在在拼国际化，标普全球评级25号就发表了一个报告，他说中国大陆在建设全球的黄金网络，他在打造全球的黄金网络，不断的在买黄金连买21个月中国大陆黄金储备现在冲全国第6。人民币国际化也有新招，因为包括你可以看到，你拿到人民币可以干嘛？如果可以换成黄金，因为黄金到哪里都可以交易，所以呢，这一套网络，就中国大陆在做的是连接了全球最大的实体黄金市场。对于那些想分散黄金储备地点、降低集中风险的国家，也会产生吸引力哦。所以这是中国大陆在做的一个打算跟盘算。另外一方面，它也发行它的熊猫债，今年已经发行了，达到了台币1.1兆规模，那年增大概是超过70%，也创下了新高。来，先请教李老师。这个债券的部分，大陆跟美国其他国家比都还不能比了，算是小 case。但是有一点呢，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呢，在10年前呢。我听了太多的理论，人民币国际化是非常困难的。是为什么？因为它从美国及英镑当年成为国际化的路径来看中国，中国是没有那个本事的。可是呢，经过了这几年下来的结果，我们发现人民币的国际化走了完全跟西方不一样的路径。这个路径，第一个，它不是用经济跟殖民扩张来建构它的人民币国际化。它是用它全世界全球最强的贸易网络来建构它的国际化，因为它的交易那么大，那么它的货币的本身就有一定的价值，尤其这么高的出超呢，会让它的币值是有坚定的。第二个呢，也就是双方的本币交换越来越多，就是说在很多的这建设里面，比如说以阿拉伯来看就对了，阿拉伯的基础建设靠中国，那付什么？那么这个呢，这个中国需要从阿拉伯买那么多的汽油，付什么？结果他们双方就约定好了，各用各方的货币来交换，美元就被跳过去了。这种本币交换也让人民币慢慢的也对它。那既然是这样子，人民币在跟整个的贸易里面呢，在中东有那么样的用处，相对的某种程度，美元不再是唯一可以购置到能源的东西。那第三个呢，就是中国大陆也透过了这样的一个建设呢，
一个金融的基础建设了。所以说我尽量的不必再经过美国的那一套系统，经过美元的交换的系统了，我可以让我们互相之间可以来进行。那第4个呢，更重要的是连外债啊，就是挤债啊，挤债以前全世界都用美元来挤债嘛，那现在呢，我会用人民币啊来做一个挤债。那它多方齐发的结果，慢慢的呢，就会再加上这一个呢，这个境外人民币的交易啊，这些慢慢的几个都合起来的结果，它的人民币的国际化是逐步的往前在走，但是它从来没有以取代美元做目标，它是希望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角鼎立。那假如以这个来做人民币国际化的标准来看，应该10年内实现的机会是蛮高的，这一个。那第2个呢，川普啊给我感慨非常的深了，他是亲疏远近，通通打。那打了加拿大这一天大家谈得够多了，我只讲一个结论，他打了加拿大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大家讲，有你这样的朋友，我不是要敌人的，这是加拿大今天最大的感受。那中国呢？中国对于这个谁的打压，川普的打压，我们又得到另外一句话：无敌国外患，国恒王者。就是说，今天中国大陆这几年在科技的突飞猛进也罢，在整个的本币交换的这种加速也罢，这等等很多的部分都是因为美国施压的结果嘛。所以美国一施压，反而就让他有了这呢。所以这无敌国外患，国恒王啊，这个敌国外患就是来自于美国，从川普到拜登到现在。然后呢，加拿大呢感受最深了，因为美加是美加，各位想一想。这2个国家，无论在价值观，甚至在司法体制上，在这个人民之间的交往上，生活的习惯上，几乎是一个没有国界的国家嘛。我说加拿大是一个有国民的美国的第51州啊，都不为过啊，因为两边呢交往实在太密切了。那加拿大也依赖了美国，确实依赖的非常的多。比如说它的汽油，它的原油97%是提供给美国，它的天然气100%啊，提供给了美国，这都是他的。那可是美国有没有好处？当然也有好处啊。这双方本来是一个双赢互利，但是呢，在川普这样的恶搞下呢，这一个最好的朋友垮掉了。这一来之后，给全世界很大的一个示范了。美国这个盟友是靠不住的，他不再是一个可靠的朋友。没错，赖老师。卡尼现在只能一直往前冲。他不会往后退，他也没有办法往后退了。道理很简单。川普对于这个加拿大人的羞辱已经到加拿大人忍无可忍。原本我们都知道加拿大过去确实在实际上政治的运作上很像美国的一个州实际上包括中国大陆对加拿大没有安全的威胁，但是呢，加拿大还是听美国人的话。跑到这个中国大陆的边界然后飞机在那边飞，船在那边跑，来去挑衅中国大陆。然后呢听美国人的要求非法的、违反人道主义的、违反人权的去逮捕过境的孟晚舟。这些所有的行为都很明显的，加拿大表现出它是在实质的政治运作里面确实是美国的一个州。但是问题就在于颜面还是要有嘛。可是当川普说我连这个颜面都不给你了，然后加拿大人已经没有退路了，没有退路，卡尼起来反击的这个过程中，你看他的反对党团结了，说我们支持卡尼跟川普对抗。魁北克这个地区，他说我们暂时不独立了，我们支持卡尼来跟川普对抗。连安大略省等周边的这些大省的省长都站起来了，说我们支持卡尼跟川普对抗，而且我们还要变本加厉，还更凶一点来跟他对抗。哇，整个加拿大人都被激怒了，都总动员，所以卡尼不会有退路了，他只能够一直往前冲。这个一直往前冲，他并不是莽夫的往前冲，他是精准的打击。为什么说卡尼的手段非常灵活？第一个，他是针对于中期选举马上要来的美国的红色州来精准的打击。第二个，根据美国的稀缺的东西，包括你看现在川普的纸尿裤，对不起他是不是穿纸尿裤我还不确定说或许他的原料也不够了，他以后可能加油川普去派人专车
到加拿大去买，然后再运回美国啊，不然的话你可能有点麻烦了。好，不管如何，我们看到纸浆也不够了嘛，所以卫生纸的制作也会有问题，糖浆如果也没有，还有就是不要忘了，表面上看起来我们看到是加拿大把这个能源矿产，包括石油、天然气跟提炼出来的燃油卖给美国，好像是赚美国人的钱。可是，一旦这个钱就是加拿大不卖了，而中国大陆说你可以卖给我好价钱的话卖给我，那美国就势必要从中东这边来进口更多的能源、天然气的话，它的价格就往上升喽。美国现在通货膨胀已经又往上升了，那这样的话，对于美国的联准会要降息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少了，而不但不降息，还有可能再升息。那对美国来说，他该怎么办？对川普来讲，他该怎么办？所以我个人觉得，加拿大这一次的精准打红色州，而且精准瞄准的对于美国依赖加拿大的这些原物料的供应来去下手，我个人的推断是，川普撑不了多久的。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您看阿曼也跳出来了。川普之前不是扬言说要炸烂阿曼吗？说阿曼，你如果敢跟伊朗达成协议的话，我就把你炸烂。但是我们很明显的看到，阿曼已经跟伊朗达成协议了，而且很快的开始执行了。川普也没有去把阿曼炸烂。那因此呢，绝大部分的国家都跳出来可能最后是欧盟，因为欧盟的这些大国也会被逼到最后跳出来表态了。那剩下的就是亚洲的那些，出卖我们自己利益的人呐，那跟我同宗的，你要不要想想，要不要继续出卖台湾人的利益啊？好，来请教聂建中老师。好，那大家都看到了，不管怎么说啦，美国用它的霸权大家都知道，你不管是用羞辱的、恐吓的、威胁的呢，不断的逼临其他的国家。那么当然，请注意一下，刚才那个稍微微胖的 Ontario 的省长讲的话。你知道他当省长也不是也是有3两3的。他说：“我这一生人看多了，我跟你讲，像你这样的人，将来必输。”他讲川普，而且说你将来会成废物。你看这讲的多重！现在真的不是光卡利一个优秀卡利在严重的反击这个川普所有作为。美国加拿大的关系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差。你看这次 AI 的哭手影片都做到这个样子，已经是很严重加拿大人民呢对这种非常深刻、严重的一种情绪反应，这也可以感受到加拿大实力绝对是不足以抵抗美国，可是他现在就成了一个叫加拿大反抗军，而且是势力崛起遍地开花，叫他虽然实力不足，但是众志成城嘛，力量增强。我觉得美国现在就有问题。第二个，我想讲我比较熟悉这一块，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去美元化是两回事。人民币国际化在2012年10月1号，上海成立自贸区就在打人民币国际化，当然有所谓的李克强经济学。打出有没有成功？它是依序在2008年12月开始做的双边货币交换，3个月弄了6个区6个国家，当时的6500亿人民币开始延到2012年，完全2年成功。后来呢，它达到国际化是要进到我们讲 IMF 里面的 SDR（Special Drawing Right） 叫特别提款权。2015年全球就看到人民币突然崛起，2016年10月1号让它加入，早就国际化了。所以过去的美日英德法那是1969年，后来到了随着美日英欧，因为德法出场，最后到美日英欧人原来是最后一名，啪，已经追到第3名。我跟你讲，现在是去美元化的时代，他要de-dollarization，就要把美元打掉。他现在很多把美债收回，还有一个增持黄金。各位从1840几年英国就开始做黄金本位，一直到了真正金本位延续到1战2战的时候，到1944年多了一个货币，这货币好厉害啊，跟黄金来 peg 一样，是黄金35美元。把所有的国家都说你次种货币只能跟美元 peg， 完全盯住我美元，我再去盯黄金，了不起。所以全球被他盯住，大家又去盯石油。现在的美元还是国际化唯一最高的，人民币它也国际化，但它没有去美元化。现在增值黄金，大家知道，当一个最主要的货币慢微弱的时候，就有一样东西最为避险美元的，就是黄金，所以它去增持。最后我要讲一个最重要的，也就是各位我们之前讲了。中国在去年发行了10亿的美元债，全球被吸引10倍的认购率，表示中国的 credibility 信用增强。这一次我们又看到熊猫债，所以熊猫债跟我们台湾当时在两岸关系好的时候发行的宝岛债和像点心债是一样的，是用该国的名字去吸引境外来这边做投资，喜欢这边资本市场。
中国资本市场已经被境外机构完全已经肯定了，所以从去年到现在，它这样的一个对境外市场来这个中国发债市的吸引力非常的提升，所以也就是人民币计价的债券现在已经被大家接受，也人民币呢可以慢慢走上跟美元抗衡的机会，或者时间其实也就不远。对，美中的这个竞争是全面性的，包括现在川普在防堵一件事情，他甚至下令现在是国家的紧急状态。理由啊，他是说我们美国的电网使用一些外国制的设备，所以呢，这个很不 OK 啊。他虽然没有点名是哪一个国家，可是外界都知道是中国大陆，因为他们的电网啊、各种的设施啊，有一些零件哦，很多都是 Made in China 的哦，所以他们现在要防止哦，说不可以。如果是这样，我们的电力的安全可能会破防。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像这样的报道呢，不断的占据在美国的媒体，包括美国司法部哦自己出来讲，曾经遭到中国骇客攻击，像是 NASA， 像是联储局、司法部、联邦参议院这些敏感的政府机构都被入侵哦，所以他们说我们有查到一些骇客哦，就是风声鹤唳，所以呢，中国大陆驻巴拿马的使馆他就发布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贴文哦，这个有点酷手，他说。天哪，这是一个烧麦，大家看得出来吗？是一纸烧麦。他说，这个漫画就体现了说，烧麦里头也有窃听器哦。那它的图文嘛，那文章是这样写的。他说，对于某一些心里面只有地缘政治算计的人，会怀疑烧麦里头都有窃听器。就一方面也表达他的无奈哦，因为。这个美国就是方方面面全面性的在围堵中国大陆，就说，你有很多骇客，你有很多高手，可能会窃取他们的敏感的政府的一些资料。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川习会9月底会登场嘛，不管它规模大或小，时间是长或短，可是会见面的哦。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华为的 WiFi 专利哦要授权给惠普了，这代表什么？打破海外厂商垄断话语权的局面。而另外在基建这里，大家知道中国大陆的 AI 基建是很强的，可是美国现在也要急起直追，所以你看到华为跟美国的企业现在在抢埃及的 AI 标案就是这些基建的这个标案。那美国官员呢，这个当然美国人也很紧张这个大家来抢，大家来竞争，本来正向的竞争是好的，可是现在因为已经变成了不是那么正向的竞争。包括中国大陆的 AI， 我们看到是月之暗面它洽商3大云端巨头要分润最高可以到30%，包括微软、亚马逊还有 Google 你也可以看到这个 AI 这个要不断的这个发展它也需要非常多的电力，所以这一连串都是串联在一起的。那这个未来包括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现在大家都是非常的瞩目非常的注意。在中国大陆有这个第2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我们看到天宫 Ultra 以8.64秒完成了100米夺冠你看到这个比赛那这个导播让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当场比赛的画面，跑得非常的快，100公尺8.64秒，这是来自于天宫 Ultra 的机器人夺冠。那当然，这个全世界都在看这个机器人的发展，尤其是人形机器人。那美国已经早就下令封锁中国大陆机器人的零件进来，可是你看到这一句话，嘴上喊封锁，身体很诚实。中国制的这个包括零件供应的实体的组件，还是在美国机器人身上占了很大的一部分那我们看到美国的外交政策的副主编他就讲了，他观察了这个机器人运动大会之后，他说，如果美国想要赶上的话与其你把切断跟中国的技术联系，你还不如确保应该要确保获得中国技术的途径，因为它的技术明显已经取得领先，你应该去把它的技术给学起来而不是切断中间的联系。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数据这个是美国的这个大学有31篇的论文讲的是包括这个4足机器人的研究论文，有28篇，总共31篇可是有28篇是使用了中国语数科技的产品，这个比例是高达90%。所以你看这场竞逐有没有可能你越封锁落后越多呢？来请教老师。这样OK 是李老师对这样子来看呢，就是当美国一国产能创造独大的时候，它就在全球推行自由化。
大家要公平竞争，事实上是没有办法公平竞争，所以大家都要被追的来缴很多的费用。那当中国崛起变G2了，现在讲究用国安之名来限制你的发展。总而言之，掌握话语权来决定一切。那问题现在是整个的中美在全世界里面的竞赛，我们大概可以这样子简单的约列下来看。当中国的专利可以让西方的大公司必须来购买的时候，就表示了中美双方已经开始地位在转变了。那过去即使到现在0到1啊，美国仍然领先中国大陆，但是1到100的创作啊，那中国大陆是遥遥领先了美国。那问题是0到1到100遥遥领先，美国要再追赶回来会很难。但是中国在0到1的落后的情况下，现在是急起直追。从很多的部分可以看出来，比如说它对于整个的研究经费的投入，现在它是越来越大。那人才的这一个呢逆回向，就是人才的这个顺差啊，也就是说出国的人才跟回国的人才，现在回国比出国的来得多。第三个，你又可以看得到啊，它现在在很多的领域啊，从我们大家知道的 DeepSeek 也好，北斗也好，航天也好，相当都是什么本土人才、本土训练、本土发展，这个它也慢慢形成了一个趋势啊，而且年轻化的比例非常的高。第四个就是它在整个的这个论文的研究上啊，现在大家都公认，现在就数量的部分来看呢，中国大陆已经遥遥领先了。更重要的，过去评价所谓的100大、世界100大，哪几家是排前面，怎么等等。是西方话语权的评价，可能在未来的10年后，大概中国也会创造一个评价什么叫做优秀大学的标准。我想，等等这一些的转变呢，通通都在告诉我们，一个中美过去的竞赛已经从迎头赶上、并驾齐驱啊，到未来会是谁领头带先。大概这个趋势是很明显，只是我们还不太习惯。美国人不习惯，台湾好像也不太习惯。尤其台湾从政治的角度啊，就不太习惯。这就为什么脏水机车不能进来，为什么电动车不能，新能源车不能进来，为什么中国的大陆的产品不能进来？因为一进来啊，所有的建构的神话呢，通通都会毁掉啊。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演变，已经明显的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趋势啊，大概全世界都必须要去接受了，这个是改变不了的事实。最后就是未来影响人类发展的重要的 AI 啊，2套模式现在已经初步的这个竞争跟比较了，那就是匕首式的西方所走的这样子，不断的投钱来营造一个超级的这个模型是对的呢，或者是开源这样的方式供大家来使用是正确的呢？这2个目前的竞赛呢，正在开始，在未来的世界里，谁赢谁输，或者这又是中美比赛的另外一个赛季。那在这个赛盘里面，很抱歉，欧洲已经排不上了。最后告诉各位，那个运动会真的很精彩。我10几个学生回来啊，刚刚中午跟我讲说啊，那个形容起来啊，我真的非常的遗憾，这也是我怎么自己没有去看。所以是他们到那边去看，现场看，现场看可能看了3场更有感觉，看了3场，哇，那个简直是。川普最近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说是电网有可能会被攻击啊，老师。我觉得川普实在是很有趣啊，他一直在埋怨啊，很多州都不让盖数据中心因为很多州认为说你盖数据中心会抢夺我们的这个资源啊，例如说水资源呐。还有就是电资源，因为现在在美国电资源很缺嘛但他又在埋怨了以后又说你们不让我盖盖了以后现在又不准这个用中国的这些材料尤其是关键的零组件。坦白说，你美国自己生产制造不出来，等到你要能够生产制造不出出来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而且不知道多少费用、多少价格所以我觉得他自己自相矛盾一方面又说你要给我盖。然后我给你电，然后又2方面又说这的紧急状况，因为中国的骇客可能会怎么样。我觉得这些美国已经到了这种有点这种恐惧症
就是讲到中国他就害怕，他就恐惧。这个最主要就是因为输太多了啊，因为我觉得越输越多，他就越恐惧。现在华为开始要收专利费了。过去华为啊，他本身认为说雨露均沾嘛，然后大家一起来做生意你赚我赚，大家都赚啊。那这样的话，我依赖你，你依赖我，这样的一种生态系统，他认为是最平衡的，最能够永续发展的。可是当从拜登开始去打压，应该讲是川普的第一任，到拜登到现在的川普一直打压华为的情形下，华为现在说那我要收专利费了。这个一收专利费，你不收也你不付也不行，因为绝大部分都在依赖中国的这些第5G WiFi 都在依赖中国，而且5G 这个部分美国是零因为全世界的5G 只有中国还有北欧的若干国家2个国家能做出来，其他的国家没有嘛，美国没有嘛。那美国现在拼命要发展6G， 可是在6G 的专利的比重中，中国大陆又领先，而且这次大陆的工信部已经讲得很明白，6G 又会影响到未来的整个国家安全，甚至15计划里面6G 是重要的一个战略工程，所以很明显的，中国大陆在6G 这个部分在加速了。那你美国一定落后嘛？那你美国一定落后，中国的6G 已经在铺了，那当然它就往前推。现在连 AI 这个部分，我们都看到10家 AI 里面，中国大陆占8家，美国才2家，而且美国这2家还不是排头嘞，还是排中排尾啊。所以我个人觉得，美国在这一场战争中其实已经输了，你就认了吧。我们看到中美的竞逐方方面面，尤其在科技领域，老师。对，方方面面，这个美国没有办法。我想由奢入俭难啊。那个过去全赢的，现在要输了，你当然会刚刚讲的恐惧症，甚至我觉得他现在处处提心吊胆，时时担心。那我觉得他不只是恐惧症，我觉得他有点像被害妄想症。你有没有觉得他可以无中生有的呢？烧麦他都会认为里面会有一些窃听器，这跟我以前听到的故事月饼里面要藏那个情报那个一样的道理所有东西都有问题。我跟你讲中国的科技真的现在是慢慢的往上追，我不能说它现在全赢，但最少各位全反了。你看一下刚讲的华为的 WiFi 是他授权给惠普，惠普要付钱给他，这是不是反了专利权的话语权是不是拿到位了？他又突破了国境，再怎么封锁，我现在到埃及才拿到了我的竞标。最后你会发觉，他甚至 AI 都杀进去，而且都是90年后的。1990年杨子琳弄的月之暗面，这个 Kimi 多厉害，打进了这个跟3大巨头洽商。因为现在美国现在有非常多的，他用不了边，就用他的开源的这种模式去做，你知道这非常之让这个美国没有办法接受。还有一个，我们刚讲机器人呢，我觉得快是一回事你在100米8.6秒，好那就算了。我觉得最重要是反应。各位去看一下，最近也有一个机器人比赛，是在看反应，一个白的，一个黑的，看到障碍赛还会翻还会判断，那再走。我跟你讲，这最重要的是你不是身体要好，你脑筋要好，一个人体力再壮，你没有好的身体也没有用。我们今天只是看到赛跑，我跟你讲，这就是厉害的地方。现在要讲厉害是美国现在制造业空洞化，它的机器人也要制造没有错，它的制造机器人所用的东西很多都是中国过去的，因为中国的整个产业供应链，尤其在基建这边